6月3日，彭博社一则报道引发全球投资者震惊，中国制造业5月 PMI 暴跌至 48.3， 不仅跌破荣枯线，还是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。对比4月的 50.4， 这次几乎是自由落体。这不是普通的数据滑落，而是一场全行业的失速倒车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个数字远低于彭博社调查的所有分析师预期，分析师中位数预测是 50.7。负责发布这项民调的是财新和标普全球，他的调查更侧重于中小企业，也正是这些血肉之躯最容易被宏观风暴撕碎。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直言，当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偏多，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，叠加内部困难挑战，说白了就是内外夹击，扛不住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官方发布的 PMI 数据为 49.5， 表面看上去比民间调查略好，但依然低于荣枯线。这种数据分裂本身就值得警惕，因为财新的 PMI 更贴近市场，更真实反映中小企业的哀鸣。说完 PMI， 我们再看几个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数据：用电量、电价、原材料价格的集体断崖。首先是煤价，作为工业用电的重要基础燃料，江苏煤价基准价下线，环比暴跌 22%， 同比暴跌 24%。电价跌，煤价跌，用电跌，背后就是工厂关停、产能缩减、用电萎缩。更可怕的是用电量的细分数据，全社会用电量2023年还增长 6.8%， 但今年增速明显放缓。工业用电占比 49.7%， 却只增长了 5.1%， 低于总体。电力结构中，工业用电几乎是中国经济冷暖的温度计。如果这还不够触目惊心，我们再看一组原材料价格走势。玻璃的价格从高点时的每吨3300元暴跌至如今的987元，跌幅高达 70%。 碳酸锂更惨，从每吨23万元跌到不足6万元，缩水了 74%。 焦煤的价格则从3400元断崖式下滑至760元，跌去了 77%。 连钢铁的代表螺纹钢也从6200元跌至2900元，跌幅高达 53%。 这不是降价利好消费者，而是产能出清、需求暴跌、资本撤离的血泪信号。这套多米诺骨牌从上游矿产打到下游制造，没有一个环节是安全的。一边是工厂停摆，另一边是企业收不到钱。6月1日，国务院紧急发布铁命令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生效。条例明确要求机关、央国企从中小企业采购付款不得超过60天。为啥政府急眼了？因为企业账上没钱了，全被应收账款拖死了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企业总应收账款超过26万亿元，而中国所有实体现金也不过13万亿。这意味着全国企业利润的 3.5 倍被拖欠着，迟迟收不回来。再来看看应收账款占比，很多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已超过年营收的 50%。 一旦回款不及时，现金流断裂，立即濒临破产。南方都市报曾报道，中铁一局肇庆321国道3期改造项目，7年前的工程款至今未清，235万元至今未结算。这不是孤立，是普遍现象。据工信部2024年数据显示，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全年处理投诉 4.8 万笔，当前登记量超过36万笔，涉及超10万家中小企业。这些欠款就是一座无形的火山，堆积的越高，喷发时就越惨烈。于是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紧急开刀：一、专项债优先安排还欠款，拟安排 4.4 万亿地方债，部分用于还账。2、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，地方政府还钱成为硬性
KPI， 拒绝就要挨处分。从官僚体制的视角来看，还钱第一次被上升为硬性政绩考核指标，谢号非常罕见。可见，中国经济的流动性枯竭已经到了动用立法、动用红头文件、动用中央强制命令才能缓解的程度。而这还只是第一部分。我们再来看看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：中小企业平均账期超过180天，远高于国际标准；制造业应收账款回收周期比疫情前延长了50%以上；超过30%的民营制造企业陷入资金链紧绷状态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制造业平均毛利率仅为6.2%，在遇到账款收不回的局面，直接从微利跌入亏损。什么叫困在账上？这就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少制造企业纸面上利润还在增长，结果现金流一塌糊涂，收款靠脸色，付款靠贷款，每天活在高压锅里。更糟的是，内需不振，让制造业靠外贸续命的算盘也越来越难打。2025年前4个月，中国出口同比仅增长 1.5%， 远低于市场预期。美国、欧洲的对华采购持续下降，替代市场根本补不回来。美国商业内幕杂志指出，美国企业正在系统性的去中国化，寻找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等替代制造基地。就连曾经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德国也在撤资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28%， 创下10年来最低水平。制造业不再被信任，订单自然随之减少。而当出口不振，内需也撑不起产业，那制造业就会陷入双煞：吃不饱的订单，回不来的账款，持续上涨的原材料和人工成本，更不敢扩张的资本支出。于是我们看到大量制造业工厂在裁员、减产、停工。珠三角、长三角越来越多的工厂挂起了转让或招租牌子。据智联招聘报告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制造业招聘职位数同比下降 17%， 用工需求处于5年最低。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拉动内需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1至4月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2.3%， 大幅低于预期。而居民储蓄仍在持续增加，一季度居民新增存款达 5.2 万亿元，创历史同期新高。大家都在攒钱，谁还敢消费？你以为大家过得还不错，是因为朋友圈都在晒旅游，其实他们只是去了一趟周边农家乐。你以为经济还可以，是因为你每天还能点外卖，其实那是因为饿了么补贴太狠，平台亏钱换热度。但那不是消费的火，而是平台烧出来的幻想。制造业萧条，出口收缩，账款拖欠，内需崩塌，这一切并非短期调整，而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衰退的显性表现。而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北京依然没有找到有效出路。回顾过去2年，他们做过哪些事？降息，但企业不敢借；放水，但银行不敢放贷；鼓励消费，但老百姓没钱没信心；推房地产新政，但房子还是卖不动；甚至就连财政部都被迫卖国库券，试图从群众手里套出点现金回流政府系统。4月下旬，财政部发布通告，将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，投向所谓的关键领域。但关键在哪？除了填地方财政缺口，我们看不出它能对实体经济起到多大作用。这不是刺激，而是续命。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经济：外部失去国际订单，内部失去居民信心。上面在印钱，下面在讨债，一边催生产，一边拖付款。企业拿不到钱，工人找不到活，普通人只敢存钱不敢花。
别问为什么没人敢消费了，因为月光已经成了奢侈。别问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了，因为他们连饭都不够吃。别问为什么中产越来越焦虑，因为他们在被慢性脱贫。当制造业哀鸿遍野，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脊梁正在崩塌。就像那句刺耳但真实的话，没有一个行业可以永远做韭菜，但制造业可以被拖死。而且正在被拖死的这条路上，中国人还看不到尽头。